因为我们也知道今年令吉是算是亚洲表现最强的货币之一啦。对，那虽然是吸引了一些债市资金进来，可是也压抑了我们出口股嘛。对。那2026年你觉得令吉的走势它会如何发展呢？在今年的这个情况来说，就是说从4.4、4.5的这个令吉兑换这个美元，到了现在这个4.1的范围，我觉得它还会持续一段日子在4.0到4.1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们以这一个美联储的这个方向去探听的话呢，特朗普很想它继续的往下降息，所以这个讯号是肯定是存在的。所以如果特朗普还在位的话呢，这个美元还是会继续疲软，导致到我们的这个令吉可以走强。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走强到这个3.8或者是甚至更强的位置。毕竟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我们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出口导向的国家，所以导致到如果我们太强了令吉，会导致到我们这个出口没有那么强劲的话呢，导致整体的 KLCI 指数可能也是会下滑的。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关注的。虽然是令吉好，是对人民也好，但是对国家的方向来说是可能是没有那么利好。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马股在2025年全年表现如何？那来到2026年，马股又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呢？这一期的财经股市，我们就来聚焦这个课题。2025年马股可以说是表现平平啊。截至12月中录影时间呢，马股是跌了1.55%，全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1600点到1650点的区间徘徊。和东盟国家相比呢，论增长比不上新加坡、越南、印尼，但是论表现呢，又是比泰国、菲律宾好。那马来西亚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那今年马股的主题是由柔新经济特区和数据中心基建实体化落地领跑。那与此同时呢，令吉走强成为了一把双刃剑，推动了银行与内需为首的防御性资产，却也让出口导向的科技股受到冲击。来到2026年，剧本又会怎么写呢？我们现场就有我们的常客 M+ 研究主管刘礼玉和我们分析。礼玉你好。伟健你好。那么其实礼玉来到2026年，就是在内需支撑还有外围波动并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对这一年就是2026年马股的这个指数预期是多少呢？会继续像2025年这样表现平平，还是会有一个突破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多的。除了我们看到外围之外，我们也是看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内部的因素，比如这个 minimum wages 也是上升，然后外劳也要缴那个 EPF 的东西，然后种种的这一个通胀指数都是其实蛮吃力的，给这公司来说。所以你问我今年的这一个2025年，它的这个企业家到底有没有真的是赚了很多？我觉得今年是真的是缩紧腰带去赚钱。你问我明年2026年到底是如何，我反而觉得有更大的这个期望。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呢？是因为在2025年或者是2023到2025都是这个 AI 的这一个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情况，有很多数据中心啦，有很多这种Gemini model、large language model 刚刚出来，所以其实现在是很多人去使用这种 AI 去帮助他们的公司去找出到底他们的公司哪里的这个 efficiency 做的不足，然后可能可以做一些用 AI 的情况之下，用数据去 reduce 他们的这个 expenses，所以导致到可能明年2026年就是完全开始启动这个 AI 的这一个情况去减轻他们的这个平时的就是支出的这个情况，所以可能导致到可能明年的这个 EPS 或者是 earnings per share 也是可以起。所以我是这样子去看2026年，就是说当大家都已经觉得这个 AI 的这个时段我们不能再抛弃 AI继续成长之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embrace 这个 AI 去成长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有这个 AI 的这个效应，可能会引来一些裁员，或者是引来一些削减的这些一个这个 expense 的情况，但是都是为了要生存，为了要成长的这一个这个业绩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 embracing of AI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2026年，我觉得反而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他们可以真正在缩紧
腰带之后，然后明年可能在这一个用 AI 来可能突破他们的这一个业绩这个 revenue，或者是在他们的 efficiency 更加的加强的话呢，那他们的盈利自然而然会提高。所以我会觉得2026年是真的是用了 AI 之后，它或者是用了减少了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个杂费之后，它的 earnings 有没有起？我觉得在2026年就会很明显的看得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会觉得2026年的这一个成长会比2025年更加的好。好，其实李玉对于这个 AI 入科技泡沫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已经说了很久，又说了很多次。对，然后过后依你这么说，明年应该是不会发生 AI 泡沫的一个事情了。我不敢说是 AI 泡沫不会发生，因为你要知道，就好像那当时候的手套一样，手套依然是很强劲的这个需求，但是它的股价是跌了一波，所以你business 跟 market 是两回事，就是你业绩再好，你也是要更好的这个业绩去支撑股价。所以如果我讲的let's say 泡沫来说，就是说代表着忽然之间没有 demand 了，那肯定股价会就是回调很大很凶。但是如果是慢慢的就是没有那么的高速成长，因为在过往的这几个季度或者这几年当中 ，NVIDIA 的这些业绩都是在双倍数、3倍数的成长，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一个趋势如果它是从100%成长到了50%成长，到了20%成长，还是成长对吗？但是是慢下来的成长，所以 slow down 的成长的话呢，那自然而然股价就不能被支撑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泡沫是很取决于到底当时候的这个成长还是不是20、30、40、50，还是从50掉到去20，还是掉到去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认为是现在来说。我不敢讲这一个到底这一个是不是泡沫，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呢学习到的就是如果 NVIDIA 的 margin 是非常的大的话呢，那我们要怎样去筛选好的股来让我们去收？我们就可以以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business 的 analogy 去想，如果在NVIDIA 有这样多的 margins 75%的 GP margin 的时候，大家看到这块肥猪肉会不会去吃呢？我觉得肯定是会的。所以 Google 也出了 TPU，AMD 也是出了他自己的晶片，其他的人也是出了自己的晶片，去打。就是跟这一个NVIDIA 去打抢这个市场，所以如果在这样大的一个肥猪肉的时候，他们去抢，当然是可以看得到 NVIDIA 具有这个威胁。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 AI 的整体的这个发展，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是 data。OK。如果你讲之前为什么Google 会输，可能就是在于他们的晶片不够发达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这个 Gemini 还不够发达。但是到今时今日，他们的确是有慢慢的表现出来，他们是真的是很强大。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他们有 data，过往20-30年的 Google Searches的那些东西都是 user 本身自己的这一个他想要找的东西，所以他用这一个data 去训练他的这个模型，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强项。所以如果你讲未来的趋势要朝向什么方向去让你的布局有这个 AI 的环节，一定要有公司 with AI and also data 才是王道。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我们继续讲这个 AI 的话呢，其实讲到这个 AI 就是好像未来的市场就是 AI 的这个 generated content 会被 commoditize， 因为大家都是用大概一样的东西去产生那个语言的那个写的文案也是大概一样的，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user generated content， 所以有这个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就是王道。所以其实我有2间的公司，就是一个是 Google， 一个是 Reddit， 都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的 data， 然后它就是可以支撑改次 AI 的这个发展。所以如果你讲改次打晶片，可能已经会越来越难打了，但是 user generated data 的这个公司其实并不多，所以可以寻找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布局。
好，刚刚李玉也是分享了一些讯号，就是让我们可以提前察觉到是不是科技泡沫要来了，就是那个增长增速缓慢的一个讯号，所以这边大家要注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回来，我们马来西亚本身，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今年令吉算是亚洲表现最强的货币之一啦。对，那虽然是吸引了一些债市资金进来，可是也压抑了我们出口股嘛。对，那2026年你觉得令吉的走势它会如何发展呢？利率方面这一些。OK，如果我们以这个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情况来说，就是说从4.4、4.5的这个令吉兑换这个美元，到了现在这个4.1的范围，我觉得它还会持续一段日子在4.0到4.1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们以这一个美联储的一个方向去探听的话呢，其实他们的这一个鸽派式的这个音或者是话术是蛮强大的，就是或者是讲特朗普很想他继续的往下降息，所以这个讯号是肯定是存在的。所以如果特朗普还在位的话呢，基本上这个美元还是会继续疲软，导致到我们的这个令吉可以走强，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走强到这个3.8或者是甚至更强的位置，因为毕竟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我们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出口导向的国家，所以导致到如果我们太强了令吉，会导致到我们这个出口没有那么强劲的话呢，导致整体的 KLCI 指数可能也是会下滑的，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关注的。虽然是令吉好，是对人民也好，但是对国家的方向来说是可能是没有那么利好。所以如果year on year 比较的话，可能如果我们越来越强的话，那我们 KLCI 的这个或者是别人会不会继续进来的，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美联储会不会降息呢？因为今天他们还会有那个会议进行嘛，是不是？所以那个结果应该会稍后出来，所以这个我们还不清楚。对，不过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对，暂时来说是大概87%以上的人都会觉得是会降息的。而且新的那个主席上任之后，也是会比较偏降息的一个风范吧，对不对？对，所以现在市场上的人都觉得87%以上的人都觉得降息是应该的。好，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知道，今年我们全球市场的这个主题就是关税，还有贸易战嘛。那么来到2026年，你觉得全球市场，你可以给我一些关键词吗？会是一个什么主题呢？我觉得2026年的这个情况是就好像如果刚才我们所说的还是关注于这个令吉走向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内需支撑是托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板块是走不掉的。就是说，如果你用令吉的方向去想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买入一些原材料，是可能从外面买原材料的话，那便宜一点。我的 operating cost 或者是 cost of goods sold 就会低一点，那我的盈利就会增加，所以我会以这一个内需的一个情况去布局这整2026年的这一个开局的时刻，所以那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在这个 AI embracing 的 AI 的这个情况之下 ，data center 在过往的2年都是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所以在2026年肯定是已经发芽的时候了，就是开始因为很多东西都建好了嘛，所以开始就会到可能维修或者是这个电力、水利的这个情况之下都需要增加的话呢，那 AI 跟这个公用事业的这个产品这个板块都是受到瞩目的，所以这几个都是我比较关注的这一个。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还是有继续这个分化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美国跟这个中国还是在打这个贸易战的话呢，基本上还是受惠者还是我们啦，所以我觉得在东南亚国家来说，我们是比较稳定的这一个政治稳定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语言沟通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如果我们受惠的话呢，科技股有一点也是会受惠的，但是最重要的那关键点就是令吉必须要保持在一定的那个水平，就是说它不可以忽然间呢就是太强弱势或者太强势太快，
那个快慢是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平平整年都是4.1的话，那商家还有机会去做 hedging 还是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他是忽然间4.4，忽然间3.8，措手不及措手不及，他做不到，所以他今天不知道应该买他的原材料，还是明天买，还是后天买，还是几时买。所以如果是一个平平的这一个年份 for 那一个令吉走向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那疲软的这个令吉会帮助到出口导向的这一个公司，所以那个 export related 或者是这个科技也好，手套股也好，都可能会有翻身的机会。好，我们就要观察这个市场的趋势会怎么发展了。好，那么李玉，其实你刚刚跟我分享了很多，就关于这种科技股啊，还有数据中心依然是明年的一个大主题，然后过一些可再生能源也是一个明年的一个大主题，我们可以关注的嘛。那接下来我是想要，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比较保守型的投资者，对，因为我们也知道银行股一直就是马股的一个定海神针，所以我就想要问一下你，就对于保守型的投资者，2026年银行股它还能继续保持优势吗？我觉得银行股是永远都可以保持一个优势的一个情况，而且是非常 defensive 的一个nature。为什么我这样讲？是因为你看过往的30年来说 ，Maybank 也是现在在10块钱，就是在 COVID 之后可能5-6块到现在10块钱，也是翻了一倍的这个情况。所以你问我到底可以不可以，我肯定是讲可以的，因为只要我认为它的这一个 business model 不在于是在 domestic 里面发生的话呢，基本上它的成长的这个概率是更加大的，就是它已经从Maybank 是 Million Banking， 现在已经在外面可以继续发芽发大的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它不在于我们马来西亚的成长了，它是利用其他的地方的成长来支撑着它的成长。所以如果我这样看，过往的这个 since COVID 到现在都已经翻了1倍，它的 dividend yield 在每一个时段都是接近5.8到这个6%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可以 appreciation 的这个 capital appreciation 的这个公司，至于你又可以拿到6% dividend 的，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对吗？你放 EPF 可能只是拿6%，但是没有 capital appreciation。但是如果你放在 Maybank 或者是 RHB， 这些 banking stocks 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拿到6%加上成长，所以一年到算回来，可能你可以达到一个10到12% 的成长，based on 这样的一个数据。过往的30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还是可以，只要它是6% 的 dividend， 或者是只要它的，当你有一个fear 的时候，我觉得 banking stocks 都是会在这个谷底反弹回来的，比较容易反弹回来的这个公司，所以我觉得可以看。那另外一点，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 CIMB。我觉得 CIMB 是可以关注，因为它有一个 unlocking of value of 这个 Touch 'n Go。所以如果它的 Touch 'n Go 要上市的话呢，基本上它可能会有另外一波的这个 valuation，就是它有一个 re-rating catalyst for 它的股价，所以可以关注这个比较稳健的 Maybank， 或者是如果你要 high dividend 就可以 RHB 跟 MBank，如果你要这一个有一个 potential catalyst to re-rating 的话呢，那 CIMB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了。是，除了防守之外，我们也知道，如果外资进来的话，第一个也会冲向这些银行股嘛。是不是？对，因为他们也是在KLCI 的这个 component 里面 weightage 最强大的。好，李玉，其实我也想把这个焦点转一下，因为其实在近来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新闻出来，就是这个柔佛摄政王他推出了一个稳定币嘛，是不是？与令吉挂钩的一个稳定币，你怎么看呢？这个情况，你觉得对我们马来西亚会经济方面啊，还是之类的各种因素会带来一个什么变化呢？你怎么看？当然，我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个稳定币的这个怎么样用于马来西亚的这个操作，但是如果我以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呢，这种稳定币或者是所谓的 cryptocurrency 也好，虚拟货币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是到底有没有人在用，还是它只是用来炒作。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方式去想的话呢，基本上就很简单。如果他讲这个稳定币是可以来做我们未来在菜市场买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一个东西做出来是有人用的话呢，那才有价值，对，你懂吗？所以如果我这样看的话呢，必须要有落地的这个地方，可以运用的地方，这个才是好的这个
这个稳定币的出发了。所以如果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MYG 因为就是跟这个有 link 起来，我觉得 MYG 今天也是有上了一波，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就反而觉得 MYG 是一个 beneficiary。如果真的是刚才我所说的，你做出来了有人用的话呢，基本上 MYG 可能会有一些可能 transactional fees，或者是一些情况了。那有 transactional fees， 它才有这个盈利，然后别人才会对待它的这个公司来讲，才有所不同，因为它其实业绩是非常非常的好，MYG 是非常的好，可是但是股价对，它的股价就是在一个横摆当中，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底 MYG 的怎么样生成它的这个 revenue 到它的 earnings， 到底它怎么样可以这样稳健的这个成长，每个人还是一个很疑惑。但是如果加上了这一个 stable coin 或者是这稳定币之后，如果真的是有用 usage 或者 utilize 的地方的话呢，那肯定会 benefit 到这个MyEG 或者是 Zetrix 或者是一个催化剂。对对对，这真的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反而可以推动到Zetrix 的这个成长，因为过往的这个日子，我们看它业绩再好，可是它的股价也是横摆84到90现在的这个位置，没有动到很多。好，那么李玉，我们谈了很多，就是现在我们来到了访问的尾声，我还是想要你就总结一下老问题，就是来到2026年，你觉得在马股这一方面呢，投资者应该怎么布局呢？有些是我们可以舍弃的，有些是我们或许可以关注的一些布局。我还是走不掉这个以令级角度去投资的这个氛围了。就比如，如果我们现在还是走向比较强势的令级的话呢，那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内需或者是 domestic driven 的这个 sector 的这个方向一定要有。我很看好的就是我们两家最大的这个消费品股公司，就是99 Speedmart 跟这个 FFB， 他们都是未来20年或者30年的这一个成长股的这个方向。为什么我这样讲的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个 next generation， 你会叫他去 Giant 啊 Lotus 去买东西吗？可能比较少有，或者是去 Giant Grocer 或者 Village Grocer 比较少有。但是你在你家附近都有一个99 Speedmart 了，那倒不如去那边买，只是进去买你要的东西出来，必需品。所以我觉得必需品的这个范围肯定是99 Speedmart 包场。那另外一个我们 FFB， 很多时候我们以前讲要喝 Milo 之类的东西，现在未必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仍然是有去妈妈档叫 Milo、Ice、Milo Panas 这个情况出现。但是我要想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慢慢有一些新一代人去灌输讲，我们 Farm Fresh 也是我们的 Malaysian brand， 我们会不会去买多一点 Farm Fresh？ 我觉得是会的，所以会有这个情节在，然后导致到它未来20-30年的这个成长都会存在。所以这个是两家消费品股我是蛮喜欢的啦。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如果我们讲2023到2025是布局建设 data center 厂了，那2026年就是要运用电力跟水力的一个这个时代。那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如果他们真是 start operation 了之后，到底水力电力有没有增加之类的东西？那会不会影响到 Tenaga 的业绩也是成长，或者会不会影响到这个 Rand Hill 的这个业绩的成长？因为他们需要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会联想到的一些板块。所以公共事业包括了这个能源转型计划旗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再生能源。就是如果 data center 也是需要用renewable energy 的话呢，那他们可能需要买这个 renewable energy， 但跟谁买呢？可能就是跟 renewable energy company， 不然就是自己装 solar panel。但是 solar panel 只可以装那么多，你的 roof 几大就是装几大，但是没有办法去maximize 它。所以如果这些 MNC 进来是要用 ESG driven score high 的这些环节的话呢，那他们必须要去买这个 either 是 carbon credit 或者是买可能 solar energy 来供应它给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到或者是听得到或者是用得到的一些公共事业的板块的公司。那我觉得来到最后可能就是如果还是要布局比较防御性比较高的，可能就会走 dividend yield companies。那 dividend yield 有分两种，一个是产业信托，就是 REITs， 不然一些就是好像 banking stock 这样子。所以这种是防御性比较高，而且明年是我们的 Visit Malaysia Year 2026，所以我觉得也有一些催化剂是可以导向这一类型的
high dividend， 就是可能你可以 expect 很多人去Mid Valley 消费、KLCC 消费、Pavilion 消费，那自然而然这3个 REIT 的这个板块就会有所成长。OK， 那另外一个我还忘记了讲了，就是跟 Visit Malaysia 还有跟这一个消费品股有关息息相关的，就是 Spritzer。那来到这里，如果你要买比较好的水，或者是你去到7-Eleven 你买的话，自然而然你会选择买可能矿泉水的话，可能 Spritzer 就会在你的面前，那可能你就会买。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影响到马股在2026年会可能进一步推升的这些公司的成长。好，非常感谢李玉你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精辟的分析了，谢谢你李玉。谢谢你，不见。好，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本节目所讨论的内容呢，仅供资讯与观点分享啊，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啊。投资有风险，你们入市呢是需要非常的谨慎的。那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我们再见。你好，欢迎收看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